今天又忙活了一天，等今天工钱一结，就够进城看儿子了。救命！救命！快来人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孩子，别拉！老高，你没力气，你再下去机器会出事的呀！不要怕，孩子！老高人呢？老高，人呢？老高！今天又忙活了一天，等今天工钱一结，就够进城看儿子了。老头子，你电话本上的朋友都通知，他们都说要来送你。成功了！成功了！这次的研究，直接让我们的大厦防护增强了200%。大家辛苦了。谢老，谢谢。喂，老谢，高组长不在了。上个月的月报怎么回事？规则一塌糊涂。这个就对人交代，股东还想不想干？老大，高二爷他去世了。什么？备击，回国。是。谢老，您去哪儿？过几天就是您表彰大会，任何事情都没有高组长重要。妈，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来，给你爸上炷香。上香就不用了，办葬礼也是浪费。找个席子，尽快给他办了吧。你胡说什么？那个是你爸。他从始至终有过做父亲的样子吗？年轻的时候抛弃妻子，混不下去了，又回到家膝下连着线，都没有尽过做父亲的责任，还指望死了我给他风光大葬啊！妈，糖甜吗？想吃糖？
让你爸给你买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没有爸爸。我有爸爸，他在外面打工给我赚钱读书，他会回来的，还会给我带好多好多的糖。你骗谁呢？你盐水都差点淹死了，躺了3个月，你爸都没来看你一眼。你爸爸要是还在，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啊？我小的时候落水濒死，他不在；我住院昏迷3个月，他也不在。像这种没有尽过父亲责任的人，我凭什么给他下葬？这件事我答应过你爸，不能告诉你。但是你想想，你爸要是不在乎你，他为什么会拼了命去救那2个孩子啊？这件事情是你爸心里的一根刺，他救的不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而是小时候的你呀。他这种没心没肺的人，怎么可能做救人这种事情？他这一辈子就只顾得上他自己。周董要来参加朋友的葬礼，明白，我一定安排妥当。我这公司只是帝豪集团下的一个挂名分部，如果能把董事长照顾好，我就升迁有望。但是接待工作交给谁呢？老板，董事长要来江城，正好他去世的好友是你们宁县人，所以我决定把接待工作交给你。董事长，您说的是那位在江海发家，一手创办起全球最大的帝豪集团的董事长？你知道就好。所以你的假期，我明天不回，现在就回去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保证完成。儿子，你真的要走？你要丢下你亲生父亲不管，去帮一个外人下葬？妈，我能回来看他一眼，就已经算是尽了最大的孝心了。现在天还比较早，趁现在把他埋了吧。你不能走，你把他你就陪你爸走完最后一程，好不好？怎么求你了？妈，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很重要。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那就别怪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孝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你回来，儿子，儿子。春梅妹子，刚得到消息，建业这属于见义勇为，市里要给他办一个追悼会。啊？哎，这对建业也是一个交代吧。到时候作为儿子，你让远志写一份报告，追忆一下自己的父亲。他这种没心没肺的人，怎么可能做救人这种事情？我说的话他不信，亲眼看到总该信了吧。好，那好，我去通知乡亲们，你也记得告诉远志一声。
周总好，我是负责您的接待人员，您叫我小高就行。一路上辛苦了，我先送您回酒店休息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老友住的比较远，还是先过去。看来周董很看重这位朋友，但能认识周董这样的人物，他的朋友肯定也不简单。那您告诉我地址，我是江城宁县人，对这里都比较熟悉。他住在高家。董事长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明早8点会在福寿园殡仪馆举办送别会。好，福寿园，那倒是不远。儿子说的应该只是气话，我怕新爹点发的，他想哭了，肯定会来。明天早上8点，你爸的追悼会在福寿园殡仪馆举行，你可一定要来。立马就是我生日，太简单了，正好趁爸爸不在玩会游戏。晨晨，你干嘛呢？晨晨，这是爸爸的私人手机，你不能乱动，知道吗？哦。刚刚是有人联系爸爸吗？被妈妈知道我能打开，一定会改密码的。没有。哎。啊，是酒店那边的行程确认。好，现在不急了，你先带着行李回酒店，我想四处走走。这里就是江城，他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，没有江海热闹，也没有帝都繁华，但这里有他的家人在，所以他才一定要回来。您说的是？刚才没注意，现在仔细看，你长得很像我的老友，而且你们都姓高。您一定是太想念他了，才会觉得我像他。高这个姓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在我们那里，一村子的人都姓高呢。建业去世，他儿子一定在家里忙前忙后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是我想多了。不过，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。兄弟，真的要走？放眼整个江海，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你现在的位置？没有什么比我的家人更重要。他们现在需要我，我必须回去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不再挽留。只不过这几年，你作为商会的二当家，被不少人眼红盯着，我怕。我明白，所以我这次离开，除了这笔钱，我什么都不会带走，当然也不会再和商会有任何的联系。但是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，咱们有缘再见，兄弟，保重。恭送二爷，恭送二爷。
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。原来真的会有人把家人看得比金钱和地位都要重要，不像我爸，同样在江海打拼，一事无成也就算了，到最后竟然连自己亲儿子的生死都不顾。你父亲也去过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不过在江海打些零工罢了，像您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没有听说过。我们虽然才第一次见面，但我总觉得你亲切。按年龄，我也算是你的长辈，有些话不妨和我说说。我原本以为全天下的父亲都应该像您的那位朋友那样，但我爸偏偏自私到了极点。小智，你看我带谁来啦？小池，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，我都快病死了，你都不来看我，那我现在也不想看见你。小智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爸爸他出去！我不要看见你，不要看见你！不是的，小智，你听妈妈说。我刚住院的时候，迷迷糊糊听到我妈给他打电话，但直到3个月后我病情稳定，他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说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可信的父亲？对不起啊，周董，让你看笑话了。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当年村里的庄稼遭了灾，我爸为了改善家里的情况，独自一个人去了江海。我妈说他一定会成功，让我们全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可2年后他回来，还是身无分文，甚至连我住院的钱都拿不出来。不躲着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不恨他没有赚到钱，我只是难过，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回来看我一眼。天下怎么会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？如果他们之间有误会，希望能早日解开吧。周总，你想去哪儿？我陪你。不用了，这些是以我的名义准备的讣告，你务必要亲自送到。这些可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平时每一个单独出现都要上新闻，这次竟然要一起。我想让我的老友走得风风光光，而且他的家人得到了这些人的照拂，他也就安心了。你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周董的这位朋友到底是何方神圣？
还是送信要紧。这位大人物，明天就知道是谁了。儿子怎么还没来？不会没看到消息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也只有这一张照片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一晃眼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都老了。这照片上的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我这老友啊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家人。只要他的儿子能在堂前尽孝，我定保他下半辈子荣华富贵。您的那位朋友啊，会家人放弃了江海商会副会长的位置，在当时也算是衣锦还乡。只要他的儿子不是丧良心的人，一定会给他养老送终的。但愿吧。节哀呀，春梅妹子。老头子一辈子都没见过什么大场面，如今也算风风光光的走了，我该替他高兴。你这么想就对了，他为救落水儿读出的事，那是大英雄。远志呢？还没回来，你没通知他吗？我给他发信息了，他可能工作忙。工作哪有亲爹重要？那么多人来吊唁，他这独子都不在，那不让人笑话吗？你快点把他叫回来吧，听说有大人物要来，他待得久些总没有坏处的。好。哎，这造的什么孽呀？看这架势，应该是来了不少人。周董的这位朋友似乎比我想的还要厉害。走吧。终于能见到这位大人物的真面目了。儿子，你还没到吗？到哪儿？来送你爸呀！他还没有下葬。你这个当儿子的不在，我怎么能做主？而且市里边要给他开追悼会，他都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责任，我凭什么给他带孝送终？妈，当年他抛弃我们的事情，
你忘了，但我没忘。你爸没有抛下过我们，从来都没有。我那个时候虽然小，但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每次当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都躲得远远的。他作为一家之主，从来没有付出过什么，就这还想让我给他演一出父慈子孝的大戏，他做梦。儿子，你过来好不好？你过来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不了，活着还有更重要的事，你别等我了。他可是你爸，他还在等着看你最后一眼呢。没这个必要。儿子，儿子。你快来医院，我好疼！晨晨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哭，爸爸马上到。晨晨，晨晨，怎么了？伤到哪了？这里破皮了，还流了血。爸爸，我好疼！儿子不疼，爸爸在哪？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里？儿子，别担心，爸爸在呢。昨晚的是妈妈，爸爸他根本就不要我。儿子放心，爸爸之前受的苦，绝不会让你再受一遍。您就是建业的爱人吧？之前在江海，总听他说起你。怎么只有你？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？他在哪里？他送客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哦，弟妹，当初建业回来的时候，可是带着不小一笔钱啊。你们随便做点生意都能继续赚，可为什么现在却……那笔钱早就花光了。春梅，儿子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因溺水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，有颗肾脏完全坏死，必须马上移植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用我的，可以把我的肾给他。对了，这是我这2年挣的钱，都在这儿，全部拿去救儿子啊！医生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？怎么过来了？我就是想来看一眼，
这就回去。这件事真的不告诉儿子吗？他还小，我不想让他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我是他爸爸嘛，为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陈真怎么样啊？严不严重？都不大好了。这么小一个伤口，再晚点来都愈合了。电话里面哭那么凶，像什么话呀？他也是你儿子啊，你不心疼就算了，怎么还指责他呀？他这个样子，你看不出他是在无理取闹吗？你就一个儿子，你紧张他我理解，可是他不懂事儿的时候，你也得批评他呀。说到底，你发这么大火，还是因为陈天影响了你的工作。在你心里，到底是儿子重要，还是工作重要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难道在你眼里，非得像你一样溺爱孩子才配做父母是吗？对不起，老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因为想到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才差点把正事忘了。老婆，你现在晨晨回家，等回家之后，我再好好跟你道歉，好不好？那我先去忙了。你要丢下你亲生父亲不管，去帮一个外人下葬，他可是你爸，他还在等着看你最后一眼呢。我不会去送他，但也没有必要在这种日子去送一个陌生人。都说疼在子女身，痛在爹娘心。建议他这个当父亲的，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的孩子受罪？如果可以，他肯定恨不得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他。对了，我最近认识一个小伙子，他对他的父亲似乎有些误会，我看着都觉得着急。他如果今天在场，听到这些话，说不定会改变想法。等人走了，一切都晚了。希望那个小伙子能早点和他父亲说开，不要留下遗憾。小高，刚才怎么没进去？刚才有事耽搁了，晚进去怕不礼貌。妈，小高，我还要在江城多待几天，你也不用一直跟着，有时间多陪陪父母吧。知道了。应该是看错了。老头子啊，儿子还是没有来。你说他怎么那么狠心呢？来送你的人再多，亲儿子不在，还不是要孤零零的走？
不行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妈，你为什么不来送你爸？陈真受了伤，我去医院看他。我就让你来送你爸，不会耽误你多少功夫的。你难道当了别人的爹就不管自己的父亲了吗？妈，我做了父亲之后，把陈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明白，我爸他根本没有在乎过我，更没有在乎过这个家。所以，我不会去送他。他不会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爸他其实是。妈，人都已经走了，再说这些就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我也不能看着你就这么冤枉你爸。你现在过来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，还有你爸救人的事儿，我全部都告诉你。你爸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其实是个英雄。妈，你别替他辩解了，我不去送他，就这样吧。这是宁先生的骨灰，以及我们馆开具的火化证明。谢谢啊。老头子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儿子怎么都不肯来看你，当初想去看他一眼都没看成。哎，快来尝尝我这个豆腐干炒肉，有没有进步？儿子最爱吃这个了，我再好好练，等过年回来我做给他吃。他工作忙，我在过年的时候离开上一年了。没事儿，我这段时间啊在砖厂干活，那可赚了不少呢。再攒攒，咱们俩一起进城看儿子去。好。也不知道小智是胖还是瘦啊。老头子，我知道你想见儿子一面，他不来，我就带你去找他。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有些担心妈的身体。爸妈年纪大了，在村里看病不方便，要不把他们都接过来？你不怕自己不方便吗？你爸妈就是我爸妈，我孝顺还来不及呢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明天就去把他二老都接过来。怕就算了，我怕他在城里住不习惯。村里人刚进城，难免有些不习惯嘛。你刚上大学那会儿，连电梯都不认识，还到处找人问这门的钥匙在哪儿呢。休笑话我。那我要是不问，怎么认识你啊？哎呀，说正事儿呢。你爸妈把你养大不容易，也是时候把他们接过来，让他们享享福了。我妈把我养大是挺不容易的，但我爸一个都没有为这个家付出过什么的人，真不觉得他有什么辛苦的。算了，反正都过去了。现在他已经死了，那些事也都该过去了。哎，大哥，你知道开元路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好，
你听过微信花园吗？没有。你好，乡下来的吧？穿的那是什么啊？土死了！快走快走，别让他把穷山区沾到我们身上。老头子，你说我真的能找到儿子吗？你在天有灵，也想快点见到儿子吧。对了，咱们这个项目特别的重要。妈，儿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还说工作忙完之后回老家去接你呢。儿子，算了，先回家再说吧。晨晨，奶奶来了。这孩子又跑哪去了？妈，给我吧。这个我自己收拾就行了。好，那边第一个是您的房间，悠悠已经收拾出来了。老头子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咱儿子的家，又宽敞又亮堂。看到他现在过得这么好，你是不是也安心多了？这几天就委屈你了。妈，出来喝口水吧。来了。奶奶过来一定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。晨晨，你在干什么？晨晨，让奶奶休息会儿。没事儿，让我跟乖孙儿多玩会儿。好。晨晨，你刚刚在奶奶房间干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奶奶，你那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？那是奶奶最重要的东西，晨晨不要告诉别人啊。嗯。你身份特殊，离开边境的审批手续比较麻烦，好在已经批下来了。但还是没能赶上高组长的送别仪式，不是还没有下葬呢，你还有机会去见老朋友最后一面。另外，高建业离开的时候签署了保密协议，30年内不能透露他特级科研人员的身份。如今期限将至，他对大夏做出的贡献也应该被世人知晓。这本来属于他的荣誉，整整迟到了30年。
如果计算机系统瘫痪，你们也必须拥有在最短时间进行数据演算的能力。组长，组长，你看你的升职调人到了，都是要做导师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稳重？我就算做了导师，哎，在像组长您这样的天才研究员面前，我还是那个小助理啊。对了，您看看吧，你读给我听就好。哎，好。任命通知，科研院特别升任，印授大侠一级功勋。授勋人谢。组长，这怎么是我呀？我为大夏做的够多的了，现如今呀，也该回去照顾照顾我的小家了。老婆和孩子已经等我太久了。我现在拥有的这些，本该就是他的。老谢，你也不必妄自菲薄。另外，你这次回去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上面决定要在江城建英豪墓园，让那些对大夏做出贡献的人，包括高检远在内的青史留名，向万世香火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好。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些都是我从老家带来的，今天有空就整理一下。你看，你爸亲手给你做的，你当时可喜欢了，还记得不？不记得了。还有这双手套，你第1年上大学回来给你爸买的，他一直舍不得戴。我说过，这不是给他买的，是当时给您买棉袄送的。可你爸说了，只要是你给的都好。妈，这是什么？从你爸房间找到的，我也不记得了。这勋章看着不简单，难不成我爸？对了，可以上网查。我究竟在期待些什么？他为了满足虚荣心，竟然连这个都敢造假，真是可悲。等我确定好了墓园的承建公司，我就马上去组长家看看。哎，你个老东西，他妈瞎呀！走路不长眼啊！这明明是你先撞上我的。哎，你个这个半截身子都入土的老东西，瞎喊什么？信不信我揍你？小心！这怎么回事？组长，组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看你面熟。
前几天也有人这么说，看来我是长了一张大众脸。怎么酒醒了？这个是我最新研制的，能够瞬间激活人脑工作细胞。给你醒酒，真是大材小用。对不起，我刚才上头了，有得罪的地方，我道歉。行了，下不为例。您就这么放他走了？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。况且，我要真认真起来，他就麻烦。老先生，您刚才说这个东西是您研制的，您难道是研究院的？这都被你猜出来了。真的，这么多年大夏安定，就是因为你们的一系列研究，让大夏不断强大，无人敢轻视。你们是真正的英雄。和无名英雄相比，我们这些能亮明身份的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无名英雄，那是谁？无名英雄，那是谁？现在还不方便告诉。我记得大夏的科研技术在30多年前因为一位天才的诞生而突飞猛进，敌国的技术比不过，就派细作悄悄潜入，破坏防护。那段时间很多地方都是高度警惕状态。爸爸是替村头的小卖部打电话了吗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快关好门！最近村里出现了好多陌生面孔，咱们最好还是待在家里，哪里也不要去啊。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。去哪？不能说。你走了，我干儿子怎么办？万一那些坏人真来这儿了？不会的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不会的。现在，你们在家等我。爸爸不要走，不要走！爸爸不要走，爸爸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小智，爸爸不要走，小智，爸爸。那时候，村里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安全，能搬进城里的早就搬走了。这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爸他竟然抛弃我和我妈，独自逃跑。多亏了你们反应迅速，及时研究出了反追踪系统，找到了那些细作，才没有让我们担惊受怕多久。所以，真的谢谢你们。这些啊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而且，这件事最大的工程，其实是我组成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。组长，我教了你那么多，可从来没教过你怎么认输。组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从来这里第一天就宣誓过，有召必回。现在大夏需要我，我当然要回来。那嫂子和孩子他们呢？我想总有一天，
他们会理解我的。严组长做的对，只有守护大夏的安危，才能守护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安危。他的家人知道了，也只会为他骄傲。我组长的前半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大厦，哪怕他是结婚生子，只要有任务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出现。那次他明明在休假，可是情况变得一度危急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。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一直在黑暗中替我们负重前行。是啊，那一次甚至连研究院的位置都已经报了，但是为了尽快研究出解决方案，没有一个人离开。院里很多人都写下了遗书，最后天佑大夏，我们还是赢了。后来上级本来想给组长升职，组长婉拒了，回去陪家人。他说他已经亏欠他们太多，接下来的时间要慢慢补偿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严组长做的已经够好了，他付出了这么多，也能和家人团团圆圆、和和美美的生活。接下来也就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。只可惜这样的日子也没能过太久。我前段时间刚刚得到通知，组长为了救落水儿童，竟然牺牲。救落水儿童，这么巧？但人家是真正的见义勇为，而我爸所谓的救人，不过是我妈为了让我回去骗的谎言罢了。哎，对了，年轻人，我想问一下，盛世集团怎么走？盛世集团，这是我们公司，您这是？是这样，这次我回来，除了为组长奔丧，我还负责银行墓园的建设项目。我正准备去考察一下投标公司。这件事情我听我们李总说了，他没想到这么巧能在这儿遇到您。对了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盛世集团业务部的员工高远志。这是这是我儿子的名字。组长，您是想家了吧？高远志，远大志向，好名字啊！我相信他长大以后一定像您一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我不需要他多了不起，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就好。咱们辛苦搞研究，不就是为了一个国泰民安吗？高远志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爸？上面不让透露组长的身份，但是孩子似乎对组长有些误会，我总不能看着不管吧？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。这个你拿回家以后再看，还有招标的事儿，你放心，我心里已经有数了。期待我们下次再见。
爸。晨晨，这是你的新玩具。谢谢爸爸。这里面到底装的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。这是什么？哎，晨晨，别在客厅里玩。怎么弄成这样了？这证件应该很重要吧？原来是作废的，但是谢老先生为什么会给我这个？这个墓园项目交给我们，你尽管放心，绝不会出任何问题。你们公司呢，我已经考察过，资质能力完全没有问题。按你说，这个项目交给你们，我就不该插手。不过，这出于私心啊，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能中标就是我们盛世天大的荣幸。您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这样，你们公司有一个叫高远志的人，对吧？对。这个项目，我想让他来负责。这个项目，我想让他来负责。先是被指派去接董事长，现在又被谢老点名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他赶上？这个高远志，您认识？故人之子。高远志的父亲竟然和谢老认识，我这是招了个多了不得的人啊！我明白了，这就去安排。拜托了，组长，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。能住进你儿子亲手负责的墓园里，你也会感到欣慰吧？谢老先生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给你的东西你看了吗？看了。那就好。谢老先生，您出现在这儿，说明项目的事情。那自然就是你公司接了。这一切啊，都是托了你父亲的福。我父亲发现自己一直在埋怨的父亲，其实就是从小一直敬佩的英雄。这换谁一时都不好接受，还是给他点时间慢慢消化吧。没什么，你呀，好好干，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总觉得谢老对我格外照顾，难道是因为我昨天帮了他？看来大人物也没那么不好相处。我听说那几个主管和副总为了这个项目建设都抢过头了，没想到最后落到你头上，运气不错嘛。这可是李总亲自指定的，可不是什么运气，明摆着是被李总看中，要升职加薪了。快打开看看，这个墓园要建设在哪里？这么大个项目，周围地区肯定要跟着沾光啊！选址竟然在我们村附近，这也太巧了。
我可听说在墓园破土动工那天，上面会公布第一批迁入名单，其中就包括一位因保密无法泄露身份的无名英雄。真的？那你们说，地址选在这里会不会和这位英雄有关？这不在你们村附近吗？该不会是你们村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吧？我们村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有些人甚至一辈子也没有做出过大善，在他们里啊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谁，可能只是巧合吧。那可惜了，我还想提前知道那位英雄的信息呢，这一下只能等喽。唉，明明为大夏做了那么多，却只能隐姓埋名，甚至连家人都不能告诉，作为英雄也会有遗憾吧。所以希望他的家人能够理解他吧，不至于让英雄过于寒心。儿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妈，我回老家一趟。儿子，你想通了，要回去看你爸了。公司那边开了个新项目，我得去盯一下。又是工作，你爸生前你工作忙不来看他，现在他走了，你都挪不出一天时间去送送他吗？工作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妈，在我心里，你们永远是第一位。那你爸呢？他都已经不在了，我不想提。你说的这什么话？那可是生你养你的爹呀！是，他是和你一起生了我，但他有对我负过责吗？自从我有记忆以来，他动不动就消失，有时候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他说他是去打零工，好，我信，但只是打工而已。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？当时大夏有戏做前桌，他不在；我落水濒死，他也不在。在儿子最需要的时候，他当个殊途无归。妈，您觉得这样的人，他有资格做我父亲吗？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当我父亲？我不许你这么说你爸！狗日是，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老头子，你不要怪儿子说那些话。你之前陪他少，他难免闹脾气。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说实话呢？儿子，爸爸回来了。爸爸，我的小汽车呢？什么小汽车呀？你说了，再赚钱就给我买小汽车，爸爸骗人。小智，都怪我，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呢？啊，对了，春梅，这个呀是这次赚的。我知道，你根本不是去打工，但你为什么连我也要瞒着？我只是担心你。对不起，妈，刚才我太冲动了。这个是不是爸的骨灰？
对，这就是你爸的骨灰。你不回去看他，我还不能带他来接见你吗？那你也不应该带到这儿啊！趁着还小，要是看到……这是他爷爷，最疼最亲他的爷爷。你爸在天之灵，也只会保佑他的孙儿平安顺遂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妈，村里人都讲究入土为安，我是觉得你把它放在这儿不好。村里人还讲究长子送孝，守灵3天，你做到了吗？对你有利的，你就拿来当借口；对你不利的，你就绝口不提。你读了这么多年书，就读出这么一个弯弯绕的肠子。妈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是为你爸不值，被亲儿子这么恨着，他能走得安心吗？那天在殡仪馆来了那么多人，他最想见的只有你。你说我爸去了殡仪馆，哪个殡仪馆？城西福寿园。您确定是福寿园？他们当时还给了我一张火化通知单。哎，我记得就在这儿的。行了，不用找了，您肯定是记错了。福寿园那天是周董朋友的送别会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可能记错？那儿就是福寿园。我一定要找到单子给你看。看来爸的死对妈打击很大，她现在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了。妈，您听我的，爸的骨灰还是尽快处理吧。您这么耗下去，对身体……什么叫处理？那是你爸，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东西。妈，您今天情绪有些激动，您先好好休息一下，等我忙完之后，咱们俩再好好说说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回去之后，我就守着你爸，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我刚才听见你和妈吵架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，是妈闹脾气，想要回去。正好我在那边还有工作，干脆回去陪她待几天。等妈想通了，我再把她接回来。你说妈是不是想爸了呀？他们俩在一起大半辈子了，现在分开肯定不习惯。要不你把爸接过来？不用。你还是对爸有意见？之前的事儿我听你说过几次，但你想想，要是爸真是那种不顾家的人，妈又怎么会死心塌地跟他一辈子呢？所以我觉得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要不你这次回去还是跟爸好好聊一聊，免得矛盾越积越深，到最后想弥补也晚了。
你爸没有抛下过我们，从来都没有。我不许你这么说你爸。高远志，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妈不是个没有主见的人，她那么信任爸，难道真的有什么隐情？小高，刚才上面通知，第一批葬入英豪墓园的名单已经出来，我发给你，你去联系一下家属。是。英雄名单听起来好厉害啊！能进英豪墓园的，都是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人，他们值得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那位隐姓埋名的英雄，他默默无闻了30年，如今终于能走进大众视野，人人都会敬佩他，他的家人也会以他为荣。这个名字是……这怎么还挡住了？这应该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因为曾经执行过秘密任务，所以身份暂时还不能公开的英雄。看来还是要等到动工那天才能知道了。不过刚刚李总打电话说让你联系家属，你都不知道他是谁，该怎么联系啊？像这种身份的大人物，上面应该会直接通知，不用我们操心。行了，我现在去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还要回村。妈，这次回来，您还是尽快把我爸的骨灰埋了吧。村里也不兴这个呀，到时候乡亲们看到，需要乱讲话了。他一辈子行得端，立得直，乡亲们都看在眼里。对他有意见的只有你。妈，先进屋吧。你爸走了，这屋子更没人气了。之前他也不声不响的离开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那不一样。那时候我知道他会回来，可是现在你爸再也回不来了。妈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之前他每次离开，真的是去打工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每次离开的时间有长有短，而且通常也没有什么征兆，通常是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就消失了。我是怀疑他。你怀疑什么？怀疑他在外面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妈，我这也是担心您被他骗了。我和你爸在一起30多年，他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。别人怎么说他，我不在乎。你是他亲儿子，我不允许你这么污蔑你爸。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？你爸他那是，你爸他是，其实我也不清楚。但今天的话，你不许再说了。你爸听到了，会不高兴的。这一次回来，
你爸下葬的事儿，你来安排。我这次回来是有正事。难道给你爸下葬不是正事儿？你这个做儿子的不给他披麻戴孝、打幡摔瓦，像什么话？妈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他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，我也不会尽到当儿子的责任，去给他养老送终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他一次次抛弃我们的时候，早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高远志，我就放心里。这是什么？儿子啊，有些事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不能说。但有些事我必须要告诉你。当时你落水，你爸没有不管你，他……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工地那边我要去盯着，这2天我就不回家了。有什么话等项目动工之后再说。这是……春梅，远志，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，只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如果我出了事儿，这封遗书就会寄到你们手里。我这辈子对得起大夏，也对得起自己，唯独对不起你们。这件事一定要告诉儿子。肯定要说爸的事儿，但建设工程耽误不得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老头子，一直以来我们误会你了。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为家里付出过什么，还指望死了或尽儿子的责任，为他风光大葬。种什么样的因，得什么样的果。他一次次抛下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早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儿子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出发去高家庄，我要去送兄弟最后一程。走吧，去给组长践行，看他认归国。一会就按照昨晚定好的流程走，千万不能出错。明白。这个地方依山傍水，明堂开阔，
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呀，怪不得会把英豪墓园规划到这边来啊。我先看了看，再翻过这座山头，就是高焦山村民的祖坟，规模也不小啊。看似是一座山的差距，但其实是几辈子都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哎，小兰，那个神秘的英雄到底是不是你们村出来的？我也不确定，但他究竟是谁，等揭开红布，看到名字，应该就清楚了。不行，我好奇心重，我就先偷偷看一眼。哎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有人了。妈，妈，这种地方不是你能来的，赶紧走。我要给你爸下葬。你要给他下葬，翻过这座山头，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。但是这里是上面特批的英豪墓园，我爸来这里，他不合适，他不合适。儿子，你爸在你心里真的什么都不是吗？妈，我今天不想提我爸。你不是一直以来都想知道你爸为什么动不动就离开？我现在就告诉你。妈，我今天没时间听你讲这些，你赶紧走，待会儿等那些家属过来，白白让人家看了笑话。你今天不送送你爸，才会被人戳了脊梁骨骂一辈子。我最后问你一句，这一程你送还是不送？你送还是不送？妈，您别在这里无理取闹了好吗？算我求您了。你管送你爸叫不闹？妈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不会去送他。他哪怕当时尽一点做父亲或者尽丈夫的责任，都不会到现在这个样子。可你一直以来都想错了。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、亲身经历的，能有什么错？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，你所经历的也只是我们想让你看到的部分。这个道理你到现在都不懂吗？妈，我今天不想听您讲什么大道理。如果您是来参加揭牌仪式的，我欢迎。但如果是因为他，您还是赶紧走吧，免得在这里少了英雄们的亲情。你住嘴！还有多久到？马上就到。再快一点。谢老，就在前面。好，咱们走。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妈，你非要在这里胡闹什么？你非得看着我把事情搞砸，丢了工作，你才满意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送送你爸。好，我送，我现在就送。早买早省事，免得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要在这里。妈，你看清楚了，这里可是上面特批的英豪墓园。我爸进这里，他配吗？你干什么？谢老先生，周董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是我没有看见我妈，才让我妈带着我爸的骨灰过来闹事。但你们放心，我这就赶他走，绝对不会误了大事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谢老，周董，我爸的事，我之前也和你们提过。其实他已经去世了，我妈想让我为他披麻戴孝，送他最后一程。可他一个抛弃妻子、独自逃跑的胆小鬼，一个在自己孩子几乎病死也不回来看一眼的懦夫，他配吗？我还以为你都知道了，没想到你知道什么？我想，那刻好的石碑你一定还没看过吧？揭开它，看看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妈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的决定不会变。是怎么回事？我爸的名字怎么会在上面？这是不是刻错了？这块石碑是从上面直接运过来的，是不可能出错的呀。但我爸的名字怎么会？因为你爸他本来就是被安排在这里的英雄。他只是个普通人，是个只会逃避责任的丈夫和根本不作为的父亲。他凭什么？为什么你还是觉得是你爸的错？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承认，一直以来是你误会你爸了？误会？这怎么可能会是误会呢？谢老，你一定知道真相，对不对？这个名字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一定是同名同姓，绝对不可能是他，绝对不可能！小高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我族长的事吗？记得，您族长舍家为国，不慕名利，是位真正的英雄。英雄，可是这位英雄，终究还是有愧于自己的家人。这怎么会呢？他日夜研究，就是为了保护大夏千千万万个家庭，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。他的妻子和孩子知道了，只会骄傲。骄傲？可是我看见的只有他的孩子对他的误解，还有恨意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之前是保密期，族长的身份不便透露，但是今天是保密期的最后一天，也该让世人们知道他曾经对大夏做出的贡献。元直，你听好，我的族长是大夏唯一一位特级研究员，他的名字叫高建一，也就是你的父亲。我的父亲。你不是总说你父亲无缘无故的离开吗？的确，他不是去打工，他是被研究院召回去做研究。他夜以继日的工作，每次闭关就是一个星期。但他说，每次回到家里，看到你们的笑脸，他觉得这一切都是
最紧张那年，你爸也不是逃跑，他那次甚至还写好了遗书。他说他不怕死，他怕你没了爸爸伤心。毕竟你还那么小。这墓园建在这儿，也是因为族长。他说，他这辈子对得起大夏，对得起自己，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妻儿。让他长眠于此，一家清醒，他也安心啊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爸。不仅如此，我让你负责这个项目，也是希望陪着你的父亲走完这最后一程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爸。我还天真的以为，没了我爸以后，我的人生突然变得顺了起来。我只是个混账。这件事保密期，你不知道也不能怪你。但是上次我们分开的时候，我明明已经告诉你了。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？就那个证书啊，你不是看了吗？证书？对，就是这个。所以，这是我爸。当年你爸被批准返乡，这个证书就被上交封存了，30年的保密期满，才重新拿了出来，就由我一直代为保管。如今也是5个冤主了。爸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误会您了。你不是什么懦夫，你是真正的优秀。孩子，怪不得我看你有心眼熟，原来你真的是大儿子。您说的是？我的好兄弟，也是和我一起共同管理江海商会的2把手。之前我好像从来没和你说过，他的名字叫高建业。所以您那天参加的是我爸的追悼会？没错。我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进去，可我都没有进去。如果当时我推开了那扇门，
会不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？没关系，现在你知道这些也不晚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周董，当初江海商会的发展，在整个大夏也算是数一数二。您说我爸和您一同管理公司，可为什么他回来的时候，身上1分钱也没有？而且现在，帝豪集团的发展如日中天，他一句话也没有提过。当初就是因为江海商会发展势头太过强劲，被不少人盯着，你父亲怕连累你们，临走之前决定断绝和商会的一切联系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联系上你父亲的原因。至于那笔钱，我觉得还是让你妈来告诉你比较好。妈，您知道那笔钱到底用在哪儿了？你呀，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你身上。怎么可能是我？当时你失足落水，肺部积水引发了一系列的病症。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之后，就让我们自生自灭了。你爸不肯，他带着你一家家医院去问，一家家医院去求，就连退隐多年的老教授都想尽办法请出山。你的命不是靠运气，是你爸给挣回来的。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。你爸怕你伤心，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我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样。不仅如此，你当时有一颗肾脏坏死，还做了器官移植手术。我知道，你当时告诉我，那家医院正好有合适的肾源。不是，那颗肾是你爸给你的。你总是怨他3个月都不来看你一眼，因为那3个月不仅仅是你爸也在养病啊。这是我爸的，这竟然是我爸给我的。可我为什么到现在才知道，我还恨了他这么久？你爸不想你担心，不让我告诉你。可我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样。可你爸说，他不后悔。你是他儿子，他为你做什么都不后悔。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妈，你打我吧，你替我爸狠狠地打我一顿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天意弄人。我时常在想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真相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。最应该看到的人却不在了。爸，元之啊，你和你爸真的很像。
你们有什么事情都喜欢憋在心里。要是你们能说开，哪怕是吵一架，误会也就不会留到今天了。是我胆小懦弱，只会逃避。从我上大学之后，我就很少回家。我以为只要离你们远远的，我就可以忘了我对我爸的恨。可我忘记的只有我对我爸的好。明明以前我也是很期待我爸回家，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我都会和我爸一起出去。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就忘记了我爸对我好的一切。在你家那段时间，我看着你跟晨晨相处，就老是会想起你小时候。你爸不善表达，总是做的比说的多，甚至很多时候做了都不肯说。我想你对晨晨的溺爱，也是在弥补小时候没有满足的自己吧。是我惯坏了晨晨，到头来我不仅没有做好儿子，我也没有做好父亲。晨晨，我以后会好好教育，但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爸，儿子不孝，到现在才来送你。最后这一路，我陪着你走。兄弟，曾经的江海商会，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顶尖的帝豪集团，其中有你的功劳，子承父业。你带不走的，就交给你儿子来继承。族长，前半生你为国，后半生你为家。现在大夏已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，你累了一辈子，现在你就好好休息吧。老头子，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，等头发都白了，腰也直不起来了，再挑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起走。可你食言了，但是你为救人牺牲，走得光荣。再见面，我一定不怨你。爸，我们都陪着你。你息怒做好。